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努，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企划，阿努帮你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远古外星人，怕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先介绍一下这个节目是来自于美国的知名纪录片频道 History。基本上这个系列每一季的内容都没什么连贯性，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未解之谜，但都跟外星人的神秘事件有关，而且资讯量都颇大的。本来打算想要一次说一季啦，可是写到一半就发现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一次只能说一集。另外这个频道也有超多其他类型的纪录片，内容都相当有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们应该懂啦，就是纪录片的内容通常都很多而且很长。在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可以多多留言跟我们说你还想听哪些故事，我们全家都会很感激你的。先帮今天要讲的内容画个重点，这集的内容主要环绕着一个美国五角大厦的秘密计划，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用来研究 UAP 的秘密计划。以免有些人不知道 UAP 是什么，这边先帮大家科普一下。所谓的 UAP 也就是以前称作为 UFO 的不明飞行物体。那我们就开始咯。第一集在开头不到5分钟就出现了一个很惊讶的受访者，叫 Stephen Greenstreet， 名字真的太长了，先帮他取个外号，就叫他小惊讶好了。小惊讶非常兴奋地说，哇哦，美国政府终于承认 UAP 的存在了。这一集就从这里开始拉开序幕。对了，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远古外星人系列的纪录片常常都会找一大堆专家或是相当有声望的人来上节目，让这些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次他们找到的专家有记者、科学家、前英国国防部飞碟办公室的成员，甚至还有白宫的总统高级顾问。但人真的太多了，至少有10几个人。本来想做个角色介绍，但想想觉得可能还没讲完角色介绍，你们就直接关掉去看老高了，我就立马放弃这个念头。好，那我们进入主题。这集前半段的主轴大致的内容是，美国军方好坏坏70年以来都用各种抹黑、压迫、和谐的方法，把所有关于不明飞行物体的相关事件隐藏起来，因为他们认为无知的民众不用知道太多。对，没错，就像 MIB 的 K 说的，一个人聪明，但一群人往往很笨，接着产生恐慌。那些被军方隐藏的消息事件，包含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罗斯威尔事件，跟51区的研究内容，还有一位退役的海军上校透过电视直播节目正要公开关于飞碟目击事件的时候，直接被消音。影片中讲到罗斯威尔事件的时候，我兴奋了一下，以为他们要爆料了。结果这记者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退役的陆军上校叫 Philip Kossel， 写了一本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书。在书上有详细的说了最后物证去了哪里，然后他只介绍到这里了。我兴奋的心情马上荡到谷底，心想这女人是有版税抽吗？特别上节目来介绍这本书。但基于好奇，我还是去查了一下书大概在做什么啦。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位上校参与了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的调查小组。他说虽然军方公开声称这只是个气候气球，但其实是宇宙飞行器。他还负责了处理一些逆向工程，也提供了一些外星科技的原型给私人企业。最后这些技术发展成电路啊、纤维光学啊、夜视技术等等等等的重要科技发展。但不意外，美国军方马上出来辟谣说没有，这人说谎。所以在当时多数人都觉得他是骗子。另外关于51区，他们提到了一个 Bob Lazar，他公开说在多年前曾经协助军方在51区研究宇宙飞行器的逆向工程。当然我也去查了一下这个事件，这个 Bob 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在1989年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内华达州51区里面的 S4 基地参与了一个秘密研究计划。在那里他看到了9个不同的宇宙飞行器，而且还负责研究了他们的动力系统。Bob 说这些宇宙飞行器使用一种名为重粒子波的先进动力系统。他爆料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些技术的描述。但是不意外，爆料完之后就开始有人对他的背景跟学历提出质疑，所以也很多人认为他是一名骗子。有这个结果也很正常吧，按照美国的军方惯例，抹黑他应该是刚刚好的事而已。在很多受访者抱怨完军方有多坏之后，他突然 highlight 了2013年军方承认了51区的存在，所以他推论那些所有被军方否认的都市传说很可能都是真的。接着来到这集的后半段，累积了前半段各种对于资讯不对等的大抱怨之后，终于要进入主题了。
他们不懂，明明这么多的目击事件，但军方就是各种不承认，就好像很多渣渣偷吃永远都不会承认一样。就算已经躺在床上没穿衣服，还是会说我们只是很热，把衣服脱掉躺在床上聊天啦，不要用肮脏的眼神看我们，都是因为你心里肮脏才看什么都肮脏。最绝望的时候总是会有英雄来临，这时出现了一票正义使者，这些人来自军人、政客、记者、作家、摇滚乐手。对，你没听错，就是摇滚乐手。他们靠着各种抽丝剥茧，互相帮助，把军方逼到最后只能好好的开始调查这些事。这一切的故事开端可以追溯到1995年的一场会谈，有一位专门调查51区的记者 George Knapp， 当时认识了一个亿万富翁 Rob Bigelow。 这个萝卜钱很多，他除了有一间专门在研究边缘科学还有 UFO 的航太公司之外，他还是个酒店大亨，而且他还有公司在研究意识转移。有钱人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都还在想怎么把别人的钱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位萝卜哥已经在想怎么达成意识转移了。总之那时候这个乔治听说美国内华达州的参议员 Harry Reid 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就牵线让参议员跟富翁认识了一下。接着在2007年，李德协助了萝卜哥从政府那边拿了2000多万美元的补助款，用来执行所谓的高级空中威胁识别计划，简称 ATIP， 就是前面帮大家划重点的那个被爆料的秘密计划。这种秘密计划不意外的被安排在五角大厦里，为了保密，他们还招募了一个忠诚度很高的前美军反间谍特工 Luis Elizondo 加入这个计划。路易斯主要负责分析跟分类这些不明飞行物体的目击事件。据说他在这个计划里面待了整整7年，但这7年内，只要每次跟同事说我觉得这有威胁哦，同事们都不鸟他，觉得他有神经病，让他感到身心俱疲，都没人认真看待他说的话。后来就气到离职。离职之后直接去加入了另一个团队飞向星际。我觉得自己翻的有点脑残，原文 To the Star 浪漫多了。如果各位英文大神有什么好翻法，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先介绍一下这个 To the Star， 它是由一个摇滚歌手 Tom Dillon 所创办的，里面的成员有各种政商界的有利人士，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还跟美国军方签了一个合作研发案，这个团队会提供一些所谓超材料的样品，并且跟美军一起共同研究。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超材料。超材料的原文是 metamaterial， 这个 meta 就代表跟一般的人造材料完全不一样的意思。这种材料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被光或是电波弄到，它就会改变原本的性质，还可以变形。所以这种材料通常会用在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像是雷达反射罩啊、半导体啊、奈米科技等等等等之类的。总之，路易斯到了新团队，压抑许久的他终于找到同温层了，马上开始大爆料，把过去在 ATIP 里面收集到的影片分享给这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在影片中曝光的3段目击事件，都是海军飞行员记录到的真实影像，分别是 Tic-Tac、Jimbo 还有 Go Fast 事件。这些事件都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在海上，而且都用一种违背已知物理定律的方式在飞行。这些东西没有机翼，也没有推进系统，但是却有热能可以被红外线侦测器或是雷达追踪到。不过从这些飞行员的目击影片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些东西超难追的耶，他们常常追到之后会欢呼，终于追到了这样。路易斯提供的这些影片震撼到了新团队，接下来团队成员们就马上开始动用各种可能的政商关系，想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世。他们先是找了《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希望他们协助爆料。一直自诩只说实话的《纽约时报》当然也是很配合。接着在2017年12月16的网络头版新闻就直接披露了这个五角大厦 UFO 的秘密计划。想当然，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应该是很难被忽略，所以报纸一刊登之后，马上就成为美国国会里面的热门话题。许多政治人员都开始要求军方，给个交代啊，你们怎么处理这些国家威胁？刚开始军方还是继续装死，想用老手法蒙骗过去，开始抹黑路易斯，说他是疯子。但神秘的是，同样也有军方的人出来说，这些影像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些受访者一直反复的说到，五角大厦里面有些势力不希望这些事曝光，一直在想办法阻碍有更多的料爆出来。但好在这次爆料者的身边有很多有力的人士可以跟他站在一起，
最后这些有利人士为了逼宫，还想办法把一个法案偷渡在一个新冠肺炎的复苏计划里面。我看川普哥在签的时候，我心想他真的有在看吗？为什么有办法偷渡法条进去？还是其实总统都这样，只负责蒙眼签名就好了。总之这个法条的内容是军方要在180天之内提出关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的相关报告。简单来说就是快给个交代啦，你大军方要怎么保护国家啊？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以前听说过地球上有2股外星势力在互相牵制，一个是想要帮助人类提升维度，一个是想控制人类在同个维度上，我们才逃不出去。而这些外星人通常藏身在政府里。这边我就脑补一下，前面提到的飞向星际的协会里也有政府官员，影片也一直提到2股势力，而且这是场战争，有没有可能这次的事件根本就是这2个外星势力的战争呢？最后国家情报局在2021年6月25号对国会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叫做不明空中现象评估报告，里面总共调查了144个 UAP 事件，这144个只有1个被证实是正在泄气的大气球，他们承认其他的143个的确是不明飞行物体。他们还列举了可能造成这些 UAP 的原因，像是可能是空气异象啊，或是中国俄国坏发明新武器我们没发现啊，诸如此类的。但这些都不是重点，这些列举原因最让人惊讶的是在其他的部分。军方在其他的项目底下承认了，目前他们需要更高级的科技才有办法解析这些不明飞行物体的运作方式。我自己觉得白话文的意思应该就是真的有可能是外星人啦，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些答案你满意吗？我是觉得至少比以前好啦，承认了真的是不明飞行物体，不是一直说别人是疯子。但这些 UFO 到底是从哪来的问题，真的解开了吗？其实也没有。不过经历这次事件之后，至少能保障未来出现的每一个爆料者都能得到一个更友善不被和谐的环境。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留言告诉我们，另外别忘了订阅点赞分享，下次见，拜拜。